上次给大家讲了澳大利亚的野猫刽子手，各位都还记得吗？他屠杀了1500只野猫，但没想到是为了拯救数以万计的野生动物，维护当地的生态平衡。虽然这是人为杀猫，但是当地居民对于他的做法还是拍手叫好的。然而，如果说杀猫的原因不是因为保护环境的话，那又得怎么解释了呢？就在英国伦敦南部，同样也有一个神出鬼没的猫杀手，并且至少有400只宠物猫被他活活肢解。这在当地搞得人心惶惶，尤其是铲屎官们，内心更是慌的一批，生怕下一个死于非命的小猫咪是自己家的。为此，动物保护者也愤愤不平。怎么会有人如此残忍？这绝对是个变态虐待狂。但实际上，经过警方为期3年的调查，却发现猫咪连环杀手的真实身份并不是大家所猜想的那样。那么，这幕后黑手到底是谁？这一罪行又会不会上升到人类呢？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位神秘的猫咪开膛手。从2014年到2018年间，位于伦敦南部的城市克罗伊登的居民一直饱受困扰。当地人接二连三地发现自己的宠物猫死在了家外面，而且更加瘆人的是，大多数猫的头部、尾巴和前爪都被残忍地肢解了下来，就像是连环杀手收集战利品一样，通通的被五马分尸了。因此，人们把这个神秘的猫咪杀手称作为克罗伊登猫杀手。虽然此事发生在猫身上，对于人其实没有什么威胁，但是一桩桩离奇诡异的猫咪死亡事件，属实掀起了当地居民的恐慌，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杀手的做法实在是过于残忍了。如果只是单纯的杀猫，直接毒死或者枪杀，根本就没有必要分尸肢解，况且接下来会不会威胁到人身上呢？所以当地的居民们每天都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。然而，此时宠物猫离奇死亡的事件却逐渐蔓延到了克罗伊登的周边城镇，最远到了曼彻斯特的北部，都有猫咪被杀的案例。通常来说，凶手总是在居民区作案，附近并没有什么监控，看样子他非常了解当地居民的生活习惯。另外，还有人猜测，这很有可能是团伙作案，他们到处流窜，所以很难追捕到他们的行踪。2015年11月，大都会警察以高和行动的名义开始调查这些猫咪死亡的案件。但是除了残缺不全的猫咪尸体，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指向某个人，也没有监控拍到可疑人员，没有找到作案工具，现场也没有脚印。就这样，调查遇到了瓶颈。虽然警方高调调查此事，但是离奇死亡的猫咪数量似乎并没有减少，居民们很是愤怒。大约在2016年的1月，有至少3万人签署了请愿书，要求警方对于猫咪尸体进行 DNA 检测。很快，警方从伦敦南部各地找来了10具猫咪的尸体，全部交给了兽医处理。可是尸体上面并没有任何人类 DNA 的痕迹，也就是说，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些动物是被人故意杀害的。这一检测结果让痛失爱宠的铲屎官们大失所望，他们无法接受这一说法，不是人类杀的，那要怎么解释猫咪被肢解的事情呢？此时有一名兽医透露，他在尸检的过程当中发现，有几只猫的胃里面发生了生肌肉，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凶手是以此为诱饵来下手的？这下好了，人们又重新点燃了希望。毕竟在警方找来的这10只猫的尸体里面， DNA 检测并不能代表所有的情况。于是又有2万人在网上签署抗议，坚称克罗伊登猫杀手仍然逍遥法外。南诺伍德动物救援和自由协会，简称为 SNAIL， 这是一家小型救援中心，创始人是托尼·詹金斯和他的夫人。有一次，托尼在脸书上看到了有关4只小猫被肢解的新闻，它们的腹部和颈部有被不同程度的割伤，尾巴也都不见了，这给托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为此，这也引起了他调查此事的兴趣。结果几周之后，就出现了一连串可怕的猫咪肢解事件，都发生在克罗伊登地区，有时候身体部位还特意被留在家门口或者花园里面，像是故意想让主人发现的。从那以后，托尼就开始配合警方一同调查克罗伊登猫杀手。在这几年时间里面，托尼经常会接到宠物主人的哭诉电话，我找到了我的猫，但它的头已经没有了。有的时候电话那头是兽医或者警察，说又出现了新的受害者。通常情况之下，托尼都会放下手头的一切，开车前去调查。其中一位名叫艾玛·布莱斯的铲屎官坚信自己的宠物猫是被人肢解的。当时艾玛发现尸体的地点就位于自家门口附近，小猫的头和尾巴也都不在了。虽然他的宠物猫经常晚上出门，但每天早上他都会安然无恙的回来。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小猫被肢解的尸体，艾玛根本就无法接受，怎么会有人如此残忍？他做过最坏的打算就是小猫出了交通事故意外离世，但没想到的是，他竟然以这种方式离开了自己，想想就心痛。所以一想到有个病态的虐待狂正在逍遥法外，艾玛毫不犹豫地联系了托尼和警方，希望能够阻止克罗伊登猫杀手的下一步行动。根据托尼的推理，现场没有血迹，所以凶手很有可能是在其他地方下手，随后又转移了猫咪的尸体。
当时有关杀手的留言越来越多，人心恐慌，现在杀猫，以后杀人。这句话想必大家也并不陌生吧？之前有一阵，网上有关于虐猫杀猫事件闹得沸沸扬扬，有些人内心的负面情绪压抑久了，就会逐渐变态，发泄到弱者身上。而之所以猫咪会成为目标，很有可能就是这个原因。凶手暂时还不敢对人下手，而小猫咪就是他释放欲望的最好替代品。然而，这么长时间以来，凶手已经杀害了400多只小猫，保不齐哪一天他会开始感到厌烦，决定把受害者目标转向人类，尤其是弱势群体、儿童和女性。就这样，恐慌的情绪日益严重，警方开始大张旗鼓地征集任何有用的信息，甚至还悬赏了1万英镑。托尼暗示嫌疑人肯定存在着黑暗的性幻想，所有人都必须加以重视。全国各大媒体、报纸也都争相讨论这个神出鬼没的克洛伊登猫杀手，可谓是赚足了眼球。紧接着，警方重新整合了从目击者那里收集来的信息，正式公布了嫌疑人的基本特征：40多岁，白人男子，棕色短发，穿深色衣服，脸上可能有痤疮疤痕，有时候头上会戴着头灯或者拿着手电筒。一时间，警方就收到了大量的举报信息，但可惜的是，没有一个是符合的。尽管社会上有许多疯狂的猜测，但也都仅仅是猜测，没有下文了。后来，警方又联合兽医对于32具猫咪尸体进行了 DNA 检测，和之前的结果一样，还是没有证据显示有人类参与其中。与此同时，皇家兽医学院正进行着为期3年的研究，花费了超过17万英镑，经费爆炸，但最终得出的结果也是没有任何人类的痕迹。如果说把这一系列的死亡事件归咎于动物的话，那最有可能的就是狐狸等食草动物。后来，警方还展示了监控录像，狐狸确实会在野外捕食猫咪，而且会将处理完的猫咪尸体又叼回原来的地方，这下80%是没得跑了。之前大张旗鼓的寻找嫌疑人，现在又开始怀疑狐狸。铲屎官们能够接受这种说法吗？很显然没有这么容易。许多铲屎官都强烈谴责警方的无能，投入大量的金钱和时间不说，竟然最后还要怪到狐狸头上。他们试图团结起来表示抗议，拒绝接受这样的调查结果，为了拿出更有力的证据抚平人心。在2018年的8月，科学家们又对猫咪尸体进行了全面的尸检，看看是否存在狐狸、狗的 DNA。结果发现，被肢解的猫咪身上明显存在着狐狸的 DNA。据统计，在32具猫咪尸体的样本当中，红狐吃掉了其中10只，另外8只死于心肺衰竭，6只死于与车祸有关的钝器伤害，1只死于防冻剂中毒，1只为肝衰竭，另外6只则血肉模糊，科学家无法确定死因。再加上兽医的分析，尸体的肢解模式与狐狸对羔羊的处理方式非常相似，因此科学家们得出了结论，这些发现都支持了同一种理论，那就是给猫肢解的罪魁祸首就是红狐。要知道，红狐在大伦敦地区是非常普遍的，它们在人类居住的后院和花园里面游荡，遇到什么猫都吃。所以，事实证明，克洛伊登猫杀手就是伦敦上万只红狐当中的一只或者一群。死去的猫咪要么是被红狐猎杀的，要么就是死于其他原因，之后就被红狐处理了尸体。然而，这一切都不太可能满足克洛伊登猫杀手的狂热信徒。托尼也发声，仍然相信罪魁祸首另有其人。一直以来，有一部分人对此事表示怀疑。犯罪历史学家查理·沃德认为，这起案件是一个道德恐慌的典型例子。许多媒体以性幻想、连环杀手的字眼来剥夺眼球，引发了巨大的社会恐慌。反过来，民众对连环杀手的恐惧与关注，又让媒体必须继续报道此事。这样一来，就造成了恶性循环。总之，在克洛伊登猫杀手事件当中，科学家的调查结果成为了最后的定论，大概就是不管你们信不信，反正就这样了。对于铲屎官而言，心爱的宠物去世，这本身已经很难受了，再加上以这种方式死去，我想大部分人都不愿意接受。但是对于警方来说，没有调查到任何与人类有关的证据，也就没有必要继续调查下去了。其实不管猫咪死于哪种方式，罪魁祸首到底是狐狸又或者是人类，他们都经历了不少痛苦，说什么都无法挽回了。因为这整件事情，我想很多铲屎官们都被敲响警钟了吧。既然爱猫，就不要随便放任他们出门，因为在外面的危险是所有人都想象不到的。我们也都看到了中毒、车祸、被猎捕，还有就是遇到虐待狂，桩件件都是死路一条。更何况还有澳洲的野猫刽子手，为什么会有它的出现？这难道和人们长期把猫养在外面没有直接关系吗？那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。小伙伴们觉得克洛伊登猫杀手另有其人吗？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下你们的猜想。如果你们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，也别忘了点赞、收藏和投币。我是正正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